如果有人問你喜歡濟南嗎？我相信絕大多數外省人甚至連一個明確的形容詞都憋不出來。作為堂堂經濟大省的省會，濟南的存在感低得簡直就像個透明人。去青島看海，去淄博吃燒烤，去威海看雪，哪怕是存在感同樣低迷的石家莊，好歹有個唱了10幾年的那個殺死那個石家莊人的樂隊撐場面。但濟南呢，除了小學課本裡的趵突泉和大明湖，你幾乎找不到任何專程來這裡旅遊或生活的理由。現在的它甚至快要變成了一座連山東人自己都帶着點嫌棄的城市。但當我了解了這座城市以後，才發現濟南並不是沒有魅力，而是它太內勤了。這是一座外面的人進不來，裡面的人不想走的絕對結界。濟南完完全全只是濟南人的濟南。要懂濟南，你得先扒開它那層溫吞的外衣。很多人覺得濟南土，覺得它在歷史的長河裡灰頭土臉，這其實是一種巨大的誤解。濟南不是沒有底蘊，是它的底蘊太沉重了，沉重到它根本不屑於向外界去兜售或献媚。濟南為什麼有個歷下區啊？因為這裡春秋戰國時就稱為歷下，西漢初年設為濟南國，在唐宋，濟南也有了自己的文人氣質。誕生了李清照、辛棄疾2座文學高峰，全城的風貌也在此刻被系統記載。明初，山東省会被定為濟南，並延續至今，奠定了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濟南的歷史從來不是短視頻的熱門，所以你必須走進濟南的城市中心，才能扒開那層灰頭土臉的紗布，看到濟南的底色。這時候我還納悶，這個巨大的頭像是誰？後來我才搞明白了，這個夏雨荷已經成為網絡上對濟南文旅口誅筆伐的熱點。這次大爺我就來濟南玩玩了。大明湖对於濟南的重要性，就好像西湖之於杭州，東湖之於武漢。但顯然，這個大明湖的氣質完全不一樣。它既是濟南人休閒納涼的好去處，又是年輕人熱門的拍照打卡聖地。我還挺驚訝這裡的人氣的，這還是非節假日，這裡的氛圍應該就是全國各種古城古鎮最羨慕的那種狀態了吧。可以說，大明湖就是把各種長江以南的風景和濟南的市井氣完整的整合到了一起。你既可以欣賞江南園林，也可以行走在徽州古建中。本地人在這裡可以保持着原來的生活，就在你以為這裡是步行街的時候，居然還能看到各種電動車、摩托車、3輪車穿行其中。在這裡，你時刻都能感受到一種輕鬆愜意的氛圍。我覺得可能很難用管理缺失去評價這裡，因為如果沒有本地人，遊客怎麼能確認自己不是又去了一個什麼新造的文旅小鎮呢？當然，這裡也滿足了大量年輕人拍照的訴求。然後它還被濟南文旅賦予了更多的網紅氣質。總之呢，大明湖走的絕對不是高冷範，而是一個更接地氣的古裝公园。那就改天再。你比起面包呢，我真是愛吃馒头，所以我必須把這個饅頭店給發出來，必須給這家店點讚，讓那些瞧不上饅頭的人無話可說。這能拿嗎？可以拿。我這裡面有磁鐵是吧？它後邊可以接着貼。哦，這個，我說，哎呦，這好玩，可以。不是，我其實爱吃馒头比那个什么，
受不了。面包更喜欢，我不太喜欢吃面包。因为馒头它是蒸的，是老面发。对，馒头口感舒服，你这么说，我还是个北方人吧，对吧？对，北方人面食为主。对。好，你们看这个红火的超人楼，还真的是会玩。反正每天都要开灯，那干脆搞点儀式感，讓來這裡的遊客情緒價值拉滿。你們看啊，這些都是來這兒準備拍這個樓的。如果我不說，你們都不知道幹什麼，是吧？你等會兒啊。哎呦！真是，就這麼簡單個事兒，你看弄得大家很開心就行了，對吧？你也不用，你只用做平時都需要做的一件事，也不用多花什麼錢。講實話，這種輕鬆、略帶混亂的生活氣，讓我在大明湖逛得還挺開心的。這絕對是一個非常難得的評價。我想了想，我在逛西湖和東湖的時候都沒有這種感覺。但你在大明湖就可以感受到整個濟南的氛圍。濟南沒有那些一線、新一線的各種包袱，濟南就是一個為濟南人過日子的城市。他們不在乎那些外表怎麼光鮮，只在乎自己生活是否舒服。這玩的花哈。我看到一個 UP 啊，吐槽趵突泉跟那個大明湖邊上這個拍，我也看了，是他就專門拍濟南的，但是我覺得，這不就是特色嗎？但是吐槽是因為他們落要價還是怎麼着？他覺得這個審美上有點，我看了，我有印象。他覺得他 low 的事兒，但我覺得還好。如果大明湖並不能說明這個問題，你們可以隨着我一起感受一下天橋區的街道之旅，這樣你就更能感受到濟南人是怎麼看這個城市的。幾乎就是前所未有的體驗，相信我，在濟南騎電動車和開車走路的感受完全不同。這種無拘無束的自由感是我在其他任何一個大城市都沒有的，甚至連廣州都沒有。我覺得濟南人真的很適應這種無拘無束。我去，這是這兒最火的燒烤啊！這我還沒提前來排隊，這垃圾站就在垃圾站旁邊吃燒烤。你看濟南這個勁兒。濟南的夜晚遠超我的想象，這裡的啤酒和燒烤雖然沒有淄博那樣在熱搜上狂歡，但卻更像是一種屬於本地人的信仰。我被這個在濟南的同學帶到了天橋區一個非常有名的燒烤店，這裡的環境和很多年前我在北京的城中村感受一模一樣，但這裡旁邊就是一個巨大的垃圾站，即使這樣都沒有阻擋來這裡的人的熱情，就坐在這個垃圾站對面吃燒烤。在濟南吃燒烤喝啤酒幾乎就是不分任何場地任何場面的，隨便找一個路邊就可以這麼爽快的來上一大桶。我覺得最近濟南人好像克制了很多，因為我發現濟南的男人們肚子都小了一點。之前來濟南幾乎所有的男人都自帶3個月孕區的體型，下樓就能打到一袋子原漿，那已經不是酒了，就是一種每天都要喝的飲料。而且在我有限的來濟南的次數裡，幾乎都是被他們那種完全沒有任何邏輯、不講道理的方式給灌醉了。
以至於我這個同學結婚的那次婚宴，我已經忘了是怎麼從濟南回了北京。反正我就一句話，千萬不要輕易和濟南人喝酒，不管你認識不認識他們，在勸酒這個技能上，濟南人絕對是宇宙第一。然後我的同學說必須去一趟環聯夜市，對於我這個行走全國的人來說，什麼場面沒見過，但這次我失算了。這個夜市絕對刷新了我對夜市的一種理解。我都没来過這麼大的夜市啊！我去，我懷疑這不是濟南最大的夜市。江北嗎？江北地區最大的夜市。江北是什麼江？长江以北，我理解。长江以北，我操！对吧？江北嘛。啊！我靠！我是长见识了啊！从来没見過這麼大夜市，這還有人拍照。好，3、2，再來一個，3、2，OK。而對於這個夜市呢，我看網上有各種定義，什麼長江以北最大夜市，什麼亞洲最大夜市，反正我發現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規模的夜市。簡直讓我大開眼界！聽說這裡有1500個停車位，而且一直有人維持秩序，垃圾箱足夠多，不停地有人清理，所以地面也很乾淨，沒有任何異味。這裡不但是大，簡直就是琳琅滿目，什麼都有，吃的、玩的、用的，應有盡有。居然還有貴州的糯米飯，好久沒吃了，果斷下單來一個。點了個天腸，不是補了個天腸，我當時又點了一份，又補了一個天腸。对，又補了一份天腸。你先拿了，你先把它切滿，知道嗎？因為如果快的話，你跟不上。他們前面等的人太。啥叫油邊啊？油邊是豬身上的，长在豬的肋骨邊上的一條瘦肉。哦，我以為就是烤，這豬肉是吧？對。啊，這都排骨邊。哦。學習了啊！我以為烤的羊肉呢，我這啊。我靠了，這太驚人了呀！你看這多少條這個路，這多長啊！我去，我覺得沈陽也沒這麼大的烤，這個叫什麼？是多串，9塊9。我这牛了！辣椒要嗎？啊，再吃俩就飽。要辣椒，多放點辣椒。好的。多少錢一串啊？9塊9一串，18塊8兩串。可以。哎，少放辣椒吧。多放。这边没有。我觉得這個鄉村大集市。這個可比農村大集感覺正規嘛，檔次高點。對。農村大集那不是這樣。但是風格是大集市的，玩的內容。哎呀，還有兔子，我去，這拉滿了這效果，我去，什麼都有啊。还挺壮觀，你看，這一排，怪不得這個效果我都吃爛了。花生米、洋蔥，牛逼，非常好，這兒非常好。干椰酸奶水果家
水果配酸奶，奶味濃郁，水果清甜，健康又美味，歡迎品嘗。我感覺自己好久沒有逛過這麼開心的地方了。濟南這種接地氣的地方，簡直讓人愛不釋手。我在青島積攢的孤獨感，在濟南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講真的，我要是濟南人，什麼濟南土不土，過着開心是最重要的，管那些幹嘛呢？对。好，來中獎了，來加油！大部分游客來濟南始於趵突泉，也結束於趵突泉。我已經去過一次趵突泉了。講實話，這個被人圍着裡3層外3層3個冒泡的一潭水，的確讓我感受不到任何詩意了。馬上。雖然這個黑虎泉也快被人群攻陷了，不過我在這裡確實拍到了一些被濟南藏起來的層次感。大家為什麼愛看泉水啊？就是代表了一種生命的生生不息，而這個黑虎泉邊上卻有一股藏不住的詩意。我不知道這裡什麼時候人會少，但那時候一定是這個景點最好看的時候。你要漫步其間，估計寫個詩和詞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想這大概就是李清照和辛棄疾為什麼在濟南的原因吧。而濟南的詩意也藏在這座千佛山上，很多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山，千佛山更像是這座城市的底氣。史書上叫它驪山，傳說大禹曾在這裡耕作。到了隋代，古人沿着崖壁鑿出數不清的佛像，千佛山的名字才徹底在這片北方的土地上扎了根。經歷1000餘年的風雨，那些崖壁上的摩崖石刻早已經斑駁，但他們依然低垂的眉眼，安靜地注視着山下的世世代代。我先爬了千佛山後面的佛會山，說有幾個石刻，山不高，人不多，爬起來也不是很累，非常悠然。風景談不上多壯麗，不過一眼能看遍市區，懸崖峭壁也能襯托的山勢。這個千佛山景區幾乎算不上一個山，就能爬到山頂。興國寺裡的樹木植物生長得非常茂盛，完全沒有北方寺廟那種在山石枯木之間的蒼涼感，反倒是有一種南方寺廟的氛圍。我要是濟南人，可能也會沒啥事就來這個寺廟坐坐，喝喝茶什麼的，反正就在市區裡，非常方便。這個千佛寺據說有很多佛像，我連着爬了2個山，實在有點累了。看完所有的佛像也不現實，山下這個彌勒大佛也算是非常有名了，我就順勢下山拜訪了一下。據說這個彌勒聖院還是20多年前和日本人設計合作共建的，說是為了中日民間文化交流。不過我倒是沒看出這個地方有任何日本園林的風格，可能是時間這把殺豬刀又把這裡雕刻成了中國本來的模樣。這個景區你說有什麼特別之處啊？也算不上，但其實更適合當一個健身休閒公園，早上和晚上都有免費的時段，对本地人就算是非常友好了。我覺得濟南也有不少詩情畫意的地方，但你為什麼在濟南就感覺不到這種詩意呢？這個事兒就特別簡單了，其實根源和山中地域性格密不可分。山東深受儒家文化浸潤，向來務實、重規矩、重安穩，推崇踏實靠譜的處事方式，骨子裡不喜歡風花雪月、多愁善感的文人情懷。濟南煙火市井氣濃重，氣質中庸內斂，缺少江南城市的清雅風雅，再加上山東歷來崇尚考編入仕，全民追求安穩生活，個性才情與浪漫文氣本就不屬於主流推崇。李清照、辛棄疾2人只是歷史裡的孤峰特例，並沒有融入到城市當下的精神底色。有人会来濟南看洋人的建築吗？反正我來濟南之前啊，我是沒有任何這方面的預期的，所以發現交際鐵路博物館和洪家樓天主堂的時候，完全就是意外。一開始看到這個樓的時候，我是有點迷糊的，這個樓怎麼有股子德味兒，也有股子日味兒的？山東的歷史幾乎就被寫在這一棟建築裡。博物館的主體是1915年建成的交際鐵路濟南站的舊址，這座德式建築本身就是國寶級的文物，2013年被列為第7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於2016年正式改為博物館。
這個建築呢，包含了德國文藝復興初期加古典主義混合風格，粗獷厚重又精致典雅，是德式公共建築在山東典型依存。中部主入口向南突出高起，形成视觉中心，強調中轴線，整體輪廓粗獷有力，穩重嚴謹。底層整面花崗岩、蘑菇石取自青島福山，面塊粗大，縫隙深，厚重堅固，仿寝石。孟沙式屋頂坡度极陡，紅瓦覆蓋，雙層複式閣樓層高大突出，與兩翼緩坡屋頂明顯區分。屋頂開曲線型老虎窗，弧形頂，紅瓦，活潑又統一。這個裡面雖然已經被重新裝修一番，不過依然蓋不住那股厚重的德味。帶有德式徽章的地面和花崗岩牆面厚重且沉重，这个被復原的貴賓候車室把當年的高級感也一併復原了出來。光是走在這裡面的走廊裡，你都能一下子穿越到100年前。這裡還有一些珍貴的檔案資料，我覺得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大幅高清黑白照片，你在電腦和手機裡可感受不到當年那些人的神態。但我最喜歡的就是他們利用孟沙式的這個屋頂閣樓，展示普京鐵路老南站的歷史資料和模型文物。斜屋頂下的空間充滿了德式建築的結構感，搭配燈光與展陳，氛圍感極強。他們把當年的濟南老站的鐘樓的原件拆掉放在這裡，總有一種時空幻境的感覺，體驗真的比一般博物館強了100倍。這座博物館免費，但在這裡逛的時候，除了我，只有2-3隊人在這裡參觀。外面的餐廳和咖啡館也都關門了，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幸運的是，在這麼好的地方參觀，可以獨享清靜；不幸的是，濟南人和來濟南的人都不太在意。其實濟南還有很多好的地方，當然也包括下面這個洪家樓的天主堂。去這個天主堂本來就是個例行公事的參觀，但這對我來說的確變成了一種驚喜。在中國教堂並不少見，但味兒這麼正的教堂，我是沒有想到在濟南能見到。這裡原本是華北最大的哥特式天主堂，我知道這麼比較實在有些對不住濟南，但如果有什麼濟南比青島好，那這個教堂絕對比青島的那個聖彌厄爾教堂要好看太多了。如果你一定要拍教堂照片，這裡顯然更合適。原來德國人建的小型教堂被義和團給拆了，現在這個教堂是奧地利籍的龐惠鄉修士重新設計的，文革期間內部被毀，85年又重新修繕。3座尖拱正門，拱門雕花繁複，哥特風格一覽無遺。教堂裡面飛扶壁、尖拱窗、花窗玻璃，典型的哥特特徵。我走在裡面，只有感嘆，這在國內還真的是難得一見，風格絕對正宗。當我走出這個教堂的時候，那種巨大的違和感會讓你震撼。在這個極其傳統的中國北方省會，竟然矗立着一座如此宏偉繁複的哥特式大教堂，他們是濟南歷史中被折疊的另一頁，證明了這座城市也曾擁有過極其複雜的國際化過往。而這個教堂也同樣免費，但和聖彌厄爾教堂比起來，可以說就是完全被冷落了。濟南有歷史有文化，但都淹沒在濟南的市井氣和煙火氣中，讓你看不清它本來的模樣。快走吧。其實濟南不只有天橋區任性的自由和煙火氣，也有歷下區、歷城區的高級生活，和各種一線城市的精緻生活沒有任何差別。美術館的藝術氣息也一點不輸北京和上海。但問題是，走在這裡面，我反倒又覺得有點抽離了，仿佛這裡就不是濟南，而是別的城市。我想還是和濟南那種市井氣息過於強大有很大的關係。這時候我又想起了在環聯夜市的興奮感，
那才是濟南，那才是百姓的生活。只不過濟南這種區域差距放在一個城市，不免有些過於驚悚了。我剛才還在躲避到處穿行的老頭樂，這會兒就是在和百萬豪車在一起排隊等紅綠燈。不過後來我發現，中國這種現象並不是個例。比如你從廣州天河的石牌村走出來，馬上就可以走到高大上的 CBD， 那種生活的慣性並不容易改变。而濟南人對傳統生活的執拗也一樣，不是你把馬路修乾淨，把停車線都畫上就能改變的。這大概就是濟南的特色之一吧。因為我的同學家裡正好有一個正在上高中的孩子，我隱隱地感覺到了山東學生的內在壓力，所以我想最後聊一下濟南的內卷。都說山東是高考考公的地獄模式，內卷程度全國拔尖，很多媒體覺得這裡的在山東人眼裡，體制內的編制才是體面安穩的歸宿，私企再高收入也不算是正經工作。山東經濟體量大，但偏重國企重工業，新兴的高薪民企崗位稀缺，普通人缺少多元出路，只能扎堆擠高考考公這條獨木橋。再加上山東人口基數大，高考考生众多，本土頂尖高教資源又偏少，基礎教育又極度强势，家家都重视教育，人人都随大流跟风趕考，慢慢的就形成了惡性循環，造成了山東不得不卷，越卷越凶的獨特地域现狀。其實我覺得這都是浮於表面的說法，還是山東人性格裡安土重遷的特性有關。這樣的性格就慢慢形成了一個半封閉的環境。有多少外地人去山東打工呢？有多少山東人願意離家生活呢？當然有，但不多。相比後來去了東北，經過了一番磨難後的山東人，顯然東北人更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很多人难以想象，山東是整個國家經濟實力僅排在江蘇和廣東之後的大省。我覺得這既和山東人的封閉，也和山東人的內卷有關。齊國和魯國就好像一個內身在一國之內的兩股勢力，自我內卷到了別人都很難超越的地步了。我本來是不帶着任何期待來濟南的，由於過去屢屢被灌得爛醉的經歷，我甚至有點害怕來濟南。但這次我對濟南有了新的認識，在我認識的有限的山東人裡，沒有一個不具有誠實樸質的品質，他們都是我朋友中最讓人肅然起敬的那類人。而我在山東的旅行，而且幾乎隨時都能感受到山東人身上的熱情。當然，我在濟南感受的也是同樣的情緒。濟南的那種土味並沒有讓我覺得這座城市真的土，我感受到的是濟南一種延續了100年的市井氛圍。這座城市把所有的答案都藏在了普通人的日常裡。白天，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帶着山東人骨子裡那份倔強和清醒，在擁擠的十字路口奔波，用最拼命的姿態去搏一個安穩的未來。可當夜幕降臨，路邊的燒烤攤和煙火悻悻起來，一扎泛了白沫的啤酒原漿，一碗軟爛濃香的把子肉，又溫柔地接待了所有肉體凡胎的疲憊與不甘。濟南，它或許永遠學不會那些網紅城市的輕盈，也總是被外界調侃成土氣與慢半拍，但在全城幾十年如一日的泉水中，你會突然明白，這種不爭不搶的慢，不是停滯，而是一種經歷歲月淘洗後的獨立。